大家好，我係徐立賢，歡迎嚟到跨市博弈。你係咪仲用緊市盈率、股息率或者所謂嘅增長故事嚟說服自己手頭上嘅股票好穩陣？如果係，咁恭喜你，你可能唔係喺度投資，而係參加緊一場由華爾街精心策劃嘅萬聖節派對，玩緊一場扮鬼扮馬嘅集體催眠遊戲。華爾街最叻就係將價值創造呢4個字掛喺嘴邊，但佢哋從來唔會清楚話你知價值嘅真正源頭係咩。佢哋會拋出一大堆好似好專業嘅指標，市盈率、市賬率、股息率，再加鹽加醋，講一個動聽嘅增長故事。點解？因為呢啲指標夠簡單、夠方便，最容易令大眾產生我睇得明嘅錯覺，亦都最方便佢哋去推銷產品，維持市場嘅熱度。成個遊戲就係要你忘記真正重要嘅嘢，專注喺呢啲隨時可以被操弄嘅數字上面啦。但係股神巴菲特呢個總係企喺派對角落冷眼旁觀嘅老頑童，一早就用最殘酷嘅誠實篤爆咗呢場國王嘅新衣。佢話一間公司嘅內在價值只得一個標準，就係呢間公司喺佢剩餘嘅壽命裏面可以產生嘅所有現金流，再用一個合理嘅利率折算翻做今日嘅價值。呢個定義聽落好似好學術，但係其實極度殘酷。因為佢等於直接同你講，你信奉嘅所有其他指標，除非可以幫你推斷未來現金流，如果唔係，對估算真正價值嚟講，基本上係廢話。你可能會反駁，咁增長呢？高增長公司唔值錢咩？呢個就係成個市場最大嘅陷阱。巴菲特提醒你，增長好多時候唔單止唔會創造價值，反而係毀滅價值嘅加速器。如果一間公司要不斷燒錢、不斷投入巨額資本去換取增長，但係產生嘅現金回報連維持自身運作嘅成本都cover唔到，咁呢種增長根本就係一個將你嘅資本送入絞肉機嘅過程。你以為買緊未來，其實只係為一堆燒剩嘅灰燼埋單。呢種清醒令真正嘅價值投資者喺泡沫時期注定係孤獨嘅。當所有人為科技概念、為一個又一個新故事瘋狂嘅時候，佢哋只會好似巴菲特咁冷靜咁睇住呢場資本盛宴，心裏面清楚知道午夜鐘聲一響，所有南瓜馬車都會打回原形。就好似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之前，市場極度樂觀，個個都覺得未來10年股市年年有雙位數回報，完全無視咗當時美國企業嘅現金創造能力，根本支撐唔起呢個白日夢。呢種唔係樂觀，係對現實嘅集體麻木。而最諷刺嘅係，製造呢種非理性嘅，往往唔係散戶，而係嗰啲你以為最專業、管理住龐大資金嘅金融機構。你以為佢哋規模大、人才多就一定最理性？巴菲特話你知錯，機構越大，決策嘅盲點往往越多，監管越嚴，思考嘅枷鎖就越重。佢哋追求嘅唔係絕對回報，而係相對排名。最驚係跑輸大市，結果就係抱團取暖，一齊買入啲昂貴嘅熱門股，成為市場錯價嘅最大推手。反而好似巴郡咁，由大量理性嘅個人股東主導，先可以維持到難得嘅清醒。所以講到底，投資呢場遊戲最終審判你嘅唔係市場情緒，唔係分析師報告，而係冷冰冰嘅現金流。你今日用幾多錢買入一間公司，就等於你對佢未來可以產生幾多現金落咗一個賭注。如果你嘅買入價遠遠超過佢成世人可以賺到嘅錢，咁你就唔係投資，你只係參加緊一場鬥傻遊戲，賭有下一個更傻嘅人用更高嘅價錢接你火棒。而巴菲特一早就講明呢種遊戲佢唔會有興趣玩。咁睇到呢度，你係時候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究竟想喺呢場資本遊戲入邊扮演一個點樣嘅角色？係繼續聽住華爾街嘅劇本，喺呢場精心設計嘅派對上面做一個隨波逐流聽話嘅賓客，然後祈禱自己唔會成為最後一個埋單嘅人？定係選擇做一個清醒嘅玩家，無視周圍嘅噪音，只係專注喺一個最根本嘅問題：呢盤生意到底可以為我帶嚟幾多真實嘅現金？如果你對呢啲探索投資智慧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